这个大爷正要过马路，可他却东张西望，即便绿灯亮了也待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眼瞧着闪起了黄灯，大爷这才推车冲了出去。此时一辆黑色轿车从不远处驶来，直接冲过路口，就这样大爷被撞倒在地，疼得嗷嗷直叫起来。等交警赶到现场时，大爷还是躺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喊疼。警察询问他的伤势，并准备将其送上救护车，大爷却在原地不肯走，非要看着他们勘察现场。他还对自己的伤情很是了解，一口咬定就是骨折了。可从现场的刹车痕迹看，车速并不快，这不禁让交警起了疑心。此时大爷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案情经过，所有细节说得十分到位，专业程度堪比交警。更让众人意外的是，大爷的记性出奇的好，不但记得肇事车是辆黑色现代，连车牌号也说得相当清楚，这给交警帮了大忙。赵科吩咐人将他送往医院做一下伤情鉴定，谁料这一查，竟发现这人还真是不简单。医生给大爷拍了片子，他告诉警方，大爷受伤的胳膊上除了当天的新伤，还有3处陈旧性骨折。没想到这大爷的骨折经验还挺丰富，说不定还是个惯犯。果然，经过警方调查，大爷就是个职业碰瓷儿的，而且从他的眼神中不难看出，这人也是个有故事的。从他身上肯定还能找出更多线索。警方根据车牌号将本市所有的黑色小轿车全都排查了一遍。让人奇怪的是，这辆黑色现代好像凭空消失了，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车。赵科断定这辆车一定挂的是假牌子，可事发路段没有监控，他们也只能从附近入手查找黑色现代的行驶轨迹。当赵科再次去医院时，却发现大爷不见了。正当他们焦急寻找时，大爷却坐着车气定神闲地回到了医院。赵科询问他搭乘过了出租车司机，司机说他将大爷送到一家酒楼，他听到他打电话说要去找一个姓魏的，那个人好像是酒楼的经理。警方找到魏经理时，他面色平静，像是做好了面对交警的准备。他向警方坦白，前段时间他曾开车无意撞伤过大爷，当时脑子懵了，又觉得伤得不重，我都没感觉到撞到，哪怕撞也只是轻微的碰了一下。他担心日后惹上麻烦，就开车逃走了。可没成想，撞人时正好有好心人将他的车牌清楚地拍了下来。他上午撞的人，中午他侄子就找上了门。大爷在车管所找了熟人，不仅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，连工作单位都知道。这下他是彻底认了栽。要说这魏经理有多无知，他连肇事逃逸需要负全责都还是大爷告诉他的。他最近考虑去交警队自首，因为自打他撞了人，大爷就讹上了他，开口就要10万的赔偿费。他本想讨价还价，可大爷死活不松口，他说到底就是个打工的，哪儿拿得出这么多钱。魏经理还告诉警方，今天大爷来找他就是让他验伤。好家伙，他都没想到居然撞得那么严重，不仅身上一大片淤青，还有好几处骨折。嘿，感情这大爷玩了出借花献佛，在这家撞伤了，找上一家要赔偿款。大爷来的时候还领着他的侄子，两人催促他尽快凑钱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赵科检查了魏经理开的车，车子没有被撞和修复的痕迹，确实如他所说，他压根就没撞到人。警方还查到这个侄子也是个神人，不仅知道魏经理家住哪儿，连他最近做生意挣了大钱也都门清。很快，魏经理与他侄子约好时间，一起商讨赔偿问题。赵科装作是他的律师，打算亲自会会这个神人。侄子戴着副墨镜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包间，一落座他就卖起了惨。大爷无儿无女，平日就靠着亲戚接济，眼下遭了难，不多给点赔偿费，那还是个人吗？这段话一看就说过多次。他见魏经理身边多了个律师，不免有些怀疑。赵科早有准备，谎称是魏经理的老友，只是过来临时帮忙，轻松打消了他的疑虑。为了索要更多的赔偿费，侄子拿出大爷骨折拍的片子，还有看病的单据。赵科略看了一下，就发现了问题。这些片子只有2张是大爷的，其他的竟然还写着别人的名字。侄子有些慌乱，为转移视线，他又拿出魏经理撞人时好心人拍的现场照片。他见赵科看得认真，未免再看出端倪，他一改刚进门时的嚣张做派，收拾好东西，慌忙离开了。
出门后，侄子越想越不对劲儿。老魏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那个朋友是不是警察？报警了？没有，兄弟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走弯，我是要面的人。那我怎么觉得他那么像警察呢？他借口加价，将费用涨到30万。魏经理仗着警察撑腰，也不怕他的威胁。行，你要30万，300万得了给你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别总这么叫，你要不然逼急了，我就去交警队投案。交警队说赔多少我就赔多少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把我判了得了。他的一反常态，愣是给侄子吓懵了。这是谁给他的勇气？说话居然能这么豪横！侄子随即拦了辆出租车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警察一直悄悄跟着他。警方跟着他来到一栋居民楼，侄子进去时拿着拍的片子，出来时却没有了。他们怀疑这儿有侄子的帮手，负责给他提供 X 光片。没想到合着这碰瓷儿也能团伙作案。附近的片警介绍，楼里头住着的帮手叫鲁斌，在一家私人医院工作。警方找到他时，他以为来了生意，对着警察笑脸相迎，看样子找他的人应该还不少。直到赵科掏出警官证，鲁斌立马变了脸色。他主动交代自己只是负责提供 X 光片，其余一概不知，更不认识大爷和侄子，只记得他们曾来订过片子。有了这份供词，警察迅速拘捕了侄子。想必侄子是走错了片场，面对警察的审问，他又卖起了惨，强调自己是被逼无奈，将责任全推到大爷身上。警察也不和他废话，直接告诉他鲁斌那儿详细记录了他拿走的片子，他想赖都赖不掉。侄子听到鲁斌都交代了，索性也说了实话。二人平时在路口等着，看到有着急闯黄灯的车，就让大爷推着自行车冲过去。司机看到这种情况，一般都吓得懵了。侄子趁机假装好心人，问司机要些钱，送大爷去医院拍片检查。医生看的 X 光片是一早准备好的，他取片子的时候掉了个包，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，把司机彻底给骗了。之后侄子趁热打铁，替司机在大爷跟前说好话，劝他不要报警，司机出点医药费，这事儿就算完。司机自然非常乐意，还十分感激侄子帮忙。就这样，侄子和大爷靠着这种套路，几年的时间就碰瓷儿了几十起，违法所得有20-30万。也许是坏事做多了，不想这次失了手，大爷还真的被撞成了骨折，也算是报应。这边侄子已经交代，大爷也就瞒不住了。为了争取立功，他还向警方交代了新情况。侄子有回开车碰瓷儿，曾到一家修车铺修车，看到有其他碰瓷儿的车也在那儿修。警察经过走访调查，发现那是个修黑车的窝点，并且之前调查黑色现代的行驶轨迹时，这辆车也在修车铺修过车，这个修车点一定大有问题。可空有大爷的口供，还不能对修车点展开调查。这时赵科突然想到，既然有不少人找鲁斌订片子，那么在他附近蹲守，一定能有碰瓷儿的找上他。他们趁机顺藤摸瓜，直接抓一现行。果然不久后，一名红衣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他从鲁斌家取完片子出来，直接开车进了一小区，将车停在一辆黑色现代旁边。他下车后将片子放进了黑色现代，还把车牌号也给换了，这极有可能就是肇事车辆。警方开始监视黑色现代的动向。这天一早，红衣男先是接了个小伙子，又从后备箱拿出辆自行车。小伙子骑上车后，他便开车在不远处跟着，看着像极了在为碰瓷儿做准备。果然，小伙子没骑多久就被一辆白车撞倒，红衣男子立刻下车拍照，照片拍得差不多了，他便拉着司机开始那套说辞：你这叫恶意超车，要负全责的。司机一听立马慌了，红衣男借机提议让他多赔点钱了事。好在司机还算明事理，决定还是先报警。警察来了自有解决办法。红衣男见情况不对，与他起了争执。这时在后面等待的警察瞅准时机冲出来，将他们二人抓捕归案。在红衣男的交代下，警方成功捣毁了修车窝点，将碰瓷儿团伙一网打尽。赵科还带小伙子去看了病，他身上本就有旧伤，好在伤得不重。众人不禁起了好奇，小伙子年轻力壮，干点啥不好，是不是受人所迫？他却说自己是自愿的，自己从农村来打工，什么都不会，是红衣男帮了他，给他找了这1天200的工作。
小伙子非但不恨他，反而很感激。警方却告诉他，碰瓷儿是需要坐牢的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法。其实碰瓷儿之所以这么猖獗，就是因为司机法律意识淡薄，又害怕招惹麻烦，不想耽误时间处理此事，这才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。如今国家加大普法力度，这样的恶性事件少了很多，但同样也要引起警觉。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必须要第一时间联系警察，切勿擅自做主。